还有一个就是，有个量，就说刚才说的管束啊，叛逆期啊等等这种，你对孩子的爱到底有多少？量，我们很少给予爱，我们把所有的爱都变成了恨。恨他这个不行，恨他那个不行，恨他缺这个，恨他少那个，一定要把他塑造成什么什么什么。老说要是人生赢在起跑线上，他们就相信了这些鬼话，然后做一些鬼事儿，虐待这些孩子，不让他们休息，剥夺他们玩的权利。这些量如果过重，就会变成了仇恨。所以我真是觉得我选择是对的。从小我就跟我孩子小的时候，我就跟我那孩子说，上学以后不许考100分。考100分回来我揍你。这怎么讲啊？就是让他别把自个儿逼得太狠了。对，玩，先是玩，小孩上小学就是玩，60分就可以了。就别59。对，所以我那孩子到周末我就带着他玩去。那时候玩的地方少，就到我们那山里头去啊。大山里头、泉水里头，那树上什么玩就是玩。您说的太好，快乐极了。我真特别庆幸，我当时的这个选择还是对的。首先，我们父子感情就深。对，我们很少发生那种冲突，很少发生。可是现在做家长要这么做，别人该说你这家长不负责了。我们那时候也这样，经常的要叫家长到那个学校里去。您也给叫去过？我没去，我坚决不去。这是其一，其二我太太去。这爹会躲。老师也冤枉，因为老师有一升学率。对呀，你那个好的老师哈，你尤其一个是初中考高中，高中考大学的时候，他都有这种，你有多少学生考进多少好大学，这个太要命了，这太要命。但是就说是不是孩子们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如果你对他要求不高，没有，不可能。怎么说？他出去走到哪儿都要有竞争，这是铁定的。不是说，就你现在学的少一点，他就赶不上，不可能，因为他的大脑还没开始发育到那个程度，就给他去上奥数，没道理，那真是折磨孩子，叫泯灭天性。所以现在政府都是要遏制这个校外这个绝对是对的培训，就是说绝对是对的，就是不能在起跑线上就有这个压力和不平等。对啊，不能那个坐视不管。但是您又要求说，是18岁必须得自食其力，不能还靠着我。18岁必须自食其力。那老考60分能吗？能。您的儿子大于能？不是，当他大脑发育很好，他的人性非常正。他做什么都能自食其力。我认为我同意，就是这个现在如果你想自食其力，就比如孤立无援，没有父母什么那么扔进社会，今天挣个钱，挣一份钱养活自己不是很难的事。当然你不能要求说我今天挣着钱，今儿酒吧，明儿什么5星级大饭店，这不行。就是你养活自己，我觉得一个健全的人养活自己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今天的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对。那你比如说，您的这个儿子，他有没有靠你的地方？他也有，但是他在上学的整个过程和他工作中，根本我从来不会帮他。我当时他回来从国外学习回来以后找工作，说爸，你帮我找个工作吧。我说可以啊，帮你介绍个工作，但是我只是负责介绍，去了都是你自个儿的事儿。从那以后就什么都不会管。现在这社会上说最焦虑的父母，实际上是中产的这个父母。他们说因为什么呢？他最怕自己的孩子不如自己以后的生活。就是如果你是就是说最底或者最高或者怎么样，他们都没有那么焦虑，可能也就这样了。
他是可上可下的时候，他就特别焦虑，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过得比自己好，所以会产生很多的竞争。他凭什么过得非得比我好？他跟我一样就差不离了，对不对？跟您一样也难啊。再说，跟您一样不是更难。我说的，我是指父辈这一层人，为什么要一次要比一次好呢？这个一次比一次好，那你等于把自个儿最后就放到绝境去了，是不是？你登到最高处，你就等着摔嘛。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发达社会都是这个状况。发达社会的竞争反而没有我们现在那么激烈了，就是它激烈过程已经过去了，大家都是你，尤其像我们像咱们不说欧美吧，就说亚洲，你看看像日本这种社会，那每个人就是打一份工，挣一份工资，没有什么更多的需求，心态可以放平。对，心态一定得放平，就是心态放不平，是一切事儿都做不好。哎，您说为什么哈？就现在就是我感觉到有些年轻人的父母啊，他对孩子的那个期许啊是那么强烈，中国人啊，文化呀，文化呀，哎，就是强烈到了，的确就是您说的，是不是？你甚至有点怀疑，是不是超越了爱的这个限度？超越了限度。就对，他是当然都希望他早结婚、早生孩子，或者说是希望能够考上个什么好学校，找一好工作，甚至能够成为出名。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的时候简直就到了这种，哎，对，断绝关系，你再不怎么着，我就断绝关系。对这个人生的这种过程丝毫不理解，就觉得这个考高分就可以改变自己的，不是那么回事儿。还真是。这人呐，我觉得还真是有一个健全的身心，对，就咱们说的这个情商、智商，而这个需要在一个健康平衡的环境里平衡，他能培养出来，他不是一个单项考试多少分对就能应付未来的生存的。这还有一个就是你的终极目标，你教育的终极目标是走向社会，在社会上承担对应的社会责任。那我们的社会责任中呢，我们都会认为我这份工作体面，挣钱多啊。但是他未必是获得幸福感。如果社会划这个层次，把这个人定成3、6、9等的时候，确实是压力就变得很大，就觉得我这工作就不如你，哪有工作不如的？这个呢，就是反过来说，也正因为社会的变化很大，有些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也觉得看到了改变的可能，所以他要积极争取。就比如说啊，我去过有一个就是在云南，就是山区的这个中学，它就是那个一块屏幕那个改变命运那种啊，它就是什么呢？我以前觉得，哎呀，你们这个仿人家。那个就是那个中学刷题，那些孩子都太苦了，就是每天上好长时间的课，中间课间休息没有，课间休息都是你跟他说话，他都得拿着一个就是那个卷子，他手里没这个他都哆嗦，他不知道干嘛，就成天刷。可是我跟他们老师一聊，他说那就是这样，我自己就是只有通过考高分这条路，我才能改变命运，没有别的路。那些孩子就真的能考上，有个别哈。没有午休，没有周末，但是他说，哎，我们出了北大清华的，就有人从这里跳出去，他就改变命运了。就他们，当然他改变命运之后呢，他到了那些北大清华以后，可能放眼一看，他会发现自己其实这个过程当中缺失了很多，就像您说的心灵上的、精神上的很多东西。但对他们来说，就是改变这件事儿，因为我们的社会有了可能，他就觉得为什么不，我就得这么做。出人头地呀。是一个这个动力多么强烈的愿望啊！我们的文化不，当然可以理解啊，谁不希望出人头地呢？有些孩子自己也觉得有挫折感，就是孩子们之间啊，年轻人之间他也有比啊。对，您比如说您教这年轻人，那一个火了，其他还默默无闻呢，那这个心理的，难道说能够想得开吗？能够平衡吗？我说这有什么不能平衡？就是什么平衡呢？你这各有各的难处，大有大的难处，这不是王熙凤说的吗？对不对？你社会高有高的难处，你过去你不是雍正皇帝一国之君，自个儿给自个儿刻方印，叫为君难，你不知道我有多难，你都到皇上了，你不是还是这事儿吗？一样。哎，为什么有些中国父母特别喜欢小时候跟孩子说，哎，你不是我生的？你是垃圾堆里捡来的，对，弄得小孩子哈哈惶惑不安，然后这父母亲哈哈，你看他这样，哎，这玩意儿他为什么要这样？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父母跟孩子斗着玩吧。其实我也遇到过这种事儿，不是斗着玩。我那时候我还特别认真的问，到底是哪个垃圾箱？就当时把那个楼下的那几个垃圾箱啊，就在想是不是这个还是这个。我觉着有些孩子做了非常恶劣的解释，他就是说啊，
他说这个父母亲小时候跟我说这个，他说他不知道我当时啊就信以为真呐，我真的觉得自己哎呀，那我谁生的？然后他们几个大人就在哈哈笑。他说这是本质上是他的一种操纵欲，他就想觉得看着你看我这孩子，我让你哭就哭，我让你怕就怕，我让你笑就笑。也不光是这个，我觉得他中国过去传统文化中，他回避性这个问题，所以他没法去解释，也有可能，所以他没法去解的。对，所以他有一个特别经典的笑话，就说这件事儿。他说一个孩子哈，就是刚上小学，后来就突然问他爸爸一个问题，说爸爸我哪儿来的？说爸爸说你是我窗台上捡的呀。说那你哪儿来的？就是爸爸哪儿来的？说爸爸是这个爷爷在农村草堆里捡的。说爷爷哪儿来的？说爷爷也是捡来的。就这么说完了。然后呢，这孩子就给同学打电话说我们家呀特可怕，全是捡来的。这说明什么？说明小孩早就知道。就说现在孩子的教育跟我们那时候完全不一样。我们那时候对性是不知道的。对，所以他在回避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有一点就在于你，我觉得中国家长，至少我小时候父母也很喜欢说那种，就说我不要你了。那这个其实是跟你是我捡来的和我不要你了，它是同一套体系之下，因为你是我捡来的，所以我随时可以把你送回我捡你的那个垃圾堆。所以我觉得小孩是经常处于一种恐慌当中。对了，我再问您一个问题，还有些孩子就说了，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从小老贬损我，特别是评头论足，说哎你看他胖的。你看他长得黑的跟个煤球似的，说你把胖的跟个猪似的，哎，我也确实听到有些中国父母是喜欢小时候消遣孩子，那你说父母是爱孩子的，但是他这种言行是表达了什么呢？我觉得这是不是可能一代人的问题？就是我在小的时候这种事儿非常多，但是我并不觉得不好，就是我们那一代人吧，有一个就比如包括我们刚开始工作哈，很多领导都特别狠，说话特别重。然后呢，我的那个第三代啊，我不应该不算，我父亲的第三代，就等于我孩子哈，我父亲对他也是说话特别重。有一次我在家，他突然大吼，我说他那么小，你把他吓着。我父亲当时就说，他经过我这样的这样的事儿，他以后今后走向社会，就没有人能吓着他。他是这种思维的教育，逻辑，这是坚强的教育。对，所以呢，就是说贬损你的时候，你自己你知道这是玩笑话，这也是一种成熟。如果你就一点话都受不得，你今后你想要走向社会，那什么事儿没有啊？那连好话都受不了了。但是我觉得贬损分两种，像我小时候受不了的一种贬损是父母当着外人的贬损，因为我觉得你在家你自己说什么，好像我们都可以把话说，但是你知道我小时候一个童年阴影，就我大概12岁刚开始发育的时候，然后呢，我妈她就家里来客人，她就向别人展示说，你看她都发育了什么的，这个其实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非常羞耻的事情，但是我妈她就随意的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然后所以我觉得好像就是当着外人说，它又是另外一种更大的心理上面的，给你造成了什么阴影呢？我就是不敢说自己发育。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的隐私问题，它在暴露；还有一种呢，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当面教子是一个文化啊，当面教子背后教妻，这是逻辑。哎，传统就是这样，我一定要当着人家的面来说这孩子才有作用。如果你在家里关着门说没用，就说我们这个父母亲。你到底该怎么这个批评孩子？给不给他自尊心？那我觉得很大的问题是这孩子都过于敏感了，一定要有钝感力。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这个问题，就是经不得别人说。我现在觉得我越来越钝感。我原来那个，比如在网上人谁污蔑我一句，我就特愤怒。现在谁污蔑我觉得就一笑了之，对吧？这个就是你要练习这种钝感力。您知道就说你知道那个事儿吗？一个女生高2的，就她班主任就是可能看见她什么早恋，然后班主任就说几句狠话。当然她是不是说了这个话，现在也是有争议。但是就是这女孩就一直蹲在几楼啊，过不多会儿就跳下去。那您说这个咱能冲着这个生命就说你们太嫩了，你们就经不起打击，这话是不是也太不厚道了呢？其实对，我觉得就是你刚谈这些问题吧，要是从我这个角度啊，就从我专业角度来讲，我认为人的心理发展它是一个就是进程，这个进程呢就是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为了防止它后来出现什么事儿，你必须前边要做到什么事情。所以这里头，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概念叫脱敏，脱敏就是什么呢？对某一类就是不好的东西慢慢去适应，而不是一下就接触。
就是一般脱敏都是指对不好的，所以呢，就是要聪明的父母，其实他孩子早年的时候、小的时候，损他几句，经常家里互相开个玩笑，甚至急了就直接吼他，他习惯了，到他那个时候就没问题了。现在关键是什么呢？孩子就一个，小的时候吧，爱的你不行，百依百顺，然后等到什么时候他才较真儿呢？就是学习压力大了，一到初中，如果你这时候不学，他觉得你上不了大学，找不着一个好工作，这时候他跟你急。你想前边没急过，你现在急，这时间点不对，而且没脱敏，都是错过了好的时机。最好的教育时机过去了。就我也看到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好几年前了，是一个家长跟这个女儿吵架，大概那女儿就13、14，就那正叛逆的时候。因为我们大部分家长都在叛逆阶段束手无策，吵着吵着一急了，那女孩也是10几楼上开个窗户跳下去了。哎，是，当然他经有这事儿啊。那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净挨打，那谁跳？我才不跳呢！这不可能。小的时候小时候都挨打。对，打孩子呢，我当时就觉得，那我们小时候还交流经验哈，就是挨打怎么办？然后我就教他们一个经验，就是说你爹妈打你的，那爹妈还是讲规矩的，就基本上先打屁股哈。打屁股的时候一定要把屁股撅起来，在他落下的时候，随着节奏再收回来，这样会打得比较轻啊，就没那么疼，对吧？对，太极拳。对。然后呢，你会呼叫，引进落空。我们楼里啊，呼叫，每天都能听到。这楼里18户，就1层3户6层嘛，哭爹喊娘，然后就喊救命啊！就那孩子都喊呢，这家长是这样啊，就有人就敲门了，一敲个门就说这孩子就该打，这邻居就来说了啊，拱火，但是呢，他就暗示他，就是因为只有邻居来帮你的忙，这事儿就能停止了，家长都不会停，打得疼着呢。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以大人的这个角度来说，孩子应该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是稍微有点问题的，是因为我也是现在逐渐理解到，就是大人世界的比例跟这个小孩世界的比例是不一样的。是什么意思？你就比如说我在小学的时候，我是做了一个工作，我是大队长，我的那个工作就是在学校门口去检查同学有没有带红领巾，这个特别小的小事，说没有红领巾的话就扣2分嘛，这是一个小事儿。然后你就永远看到有小孩没带红领巾就开始闹家长，就开始说你得给我买红领巾又怎么样？然后大人觉得多大点事儿啊，但你就可以看到小孩就在那儿哭天抢地，因为扣2分对他来说是一个天大的事情，但是在这个大人世界的比例里面，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其实会有一种认知上面的失调，就大人觉得你因为这点事儿跟我闹，但对小孩来说这就是全世界，我这事儿没了我就没了，那不也很真实吗？就所以我觉得很真实。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能说孩子娇气或者经不起打击，因为有些时候逼得大人跳楼的可能是股票，你欠了几百万你还不上，你跳楼。可是对于小孩来说，在他的世界里，这就跟那个事件等价，因为他没有股票这种更大的，那他少2分，对，他等价，或者说在同学面前被羞辱，对，比如说我早恋了，老师就说你们2个干什么？那他觉得这个比天都大。对，我觉得还有一种，因为我小时候也有过就是被家长差点逼得跳楼的经历，但是那时候我没有跳，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妈是向着我的，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我不是绝对绝望，但你比如说在车上，如果是个密闭空间，我就是和一个不断去斥责我的一个对象生活在一起，我没有任何希望，我没有任何援助，我觉得我也很难说一下子就冲出，你就过不了这一关。您说这个，您过去老跟我们讲有一种叫激情杀人嘛，就是人会这样的，一下子。那小孩是不是就更容易？他这个是确实是，他主要发生在时间。你看，所有的这个很多的冲突都是在青春期。青春期是什么呢？就是人的性发育期。他一般女孩12岁，男孩14岁。他一发育呢，他体内的那个内分泌啊，就一下就乱了，因为以前是没有这个性腺分泌的。然后呢，他这个分泌以后呢，人就会出现什么呢？就是情绪不稳定。他高兴时很高兴，但是他总体来讲是非常就是快速的变化。比如说不高兴就马上不高兴，说高兴了就马上高兴，他不像我们成年了以后比较慢这个过程。大人也经常有这种人。我跟您说，我最近发现，当然我是粗浅的啊，我看他们讲那个人生真是一个圈儿，我觉得呢，好像这个更年期跟青春期很多症状有点像，都是尤其这个他们有时候说女的啊，有时候这个脸突然潮热潮红，然后突然就激动了，而且突然就双眼含泪，哎，就是它是一个生理引发的情绪问题。然后呢，我们这个最要命的在哪儿呢？就是赶上这个青春期，正是高考的
之前的一生当中决定你这个命运的压力最大的时期。所以这个阶段呢，就是说刚才我讲的，中国的家庭是这样的，就早年的时候你很幸福，因为这么多老人宠着你，大人宠着你，然后你特别幸福，一直可以到小学12岁。但是一到中学就是到中考了，幸福没了。从中考到高考，那就是人生的这个6年呢，那就是说你这6年要扛你这一辈子。所以这个时候很多孩子吧，如果他学习很顺利没有问题，当学习不顺利的时候，他没有第二条路，没有第二条路，父母又逼，就是说你必须努力啊！你现在怎么分数下来了？那么这时候就会发生冲突。当然，这个案件呢，我看还不光是学习的问题，他跟同学发生矛盾。然后母亲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我估计没有向着他说话。这也是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在这里可能他这事涉及。那难道他跟外边跟同学打了架，家长还应该向着自个儿孩子说吗？其实这事儿怎么说呢？比如我记得我那儿刚学开车，每次上路的时候啊，有时候就是开的时候就火气大嘛，然后就觉得前面加塞儿，前面不快开哈，然后我就在那儿叨叨。我女儿呢，当时就这样说：“我给你拿一话筒，你直接让外边人听去，你天天让我听很烦。”成警车了。然后呢，每次当我特别气愤的时候，她都要说我，她说：“你看你怎么又开始叨叨？你怎么那么啊，就是沉不住气？”我那时候就说：“我说你怎么老不向着我说话，你老向着别人说话？”就是他是一个正常的，因为他那个角度就觉得你这点事儿不值得。对。但是你呢，正在开着，你火气很大，所以我认为这就是我们说的社会角色的问题，就是每个人所在的位置不同。他现在这个对于家长来说，他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看到这些新闻啊，他就害怕呀，就我到底训我这孩子，因为他有一些不可预测的。我该怎么着？那你不能不批评他，或者说不管他。老师，现在他会不会哆嗦？就是说这家伙是他跳出去，不是现在怎么办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嘛？我们所有的社会教育变成一种放纵教育，就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躲了。其实刚才梅金老师一开始说的特别准确，就是我们从小就应该养成一个习惯，就养成一个就是简单的说厚脸皮，说两句说两句，怕什么呢？挫折教育啊，挫折教育嘛。这个我跟你打个岔。我们生活中有一点，我们不做这种体力的挫折教育。你比如你看那日本孩子，那么小孩这个穿个短裤跑雪地里去，咱家长没一个干的。家长就到学校闹去了，说我们这孩子感冒了，你怎么弄啊？对，我也赞同马爷这观点。我觉得这些可以理解，但我觉得中国家长有一个问题，或者很多的家长吧，就是他们打是一种喜怒无常的打。像我父母小时候也打我，但是他们会先制定一个准则，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可能会打你，所以你会很清楚这个界限在哪，而不是你动不动你就对，你要以法治国，对吧？就是你执法力，哪有家长随便打孩子？他肯定是有原因的。对，我觉得论到打还是不重要的，其实真的不是打的问题。我想我自己嘛，我小时候爹妈都打，我妈动手打我。我妈动手打我，我印象比我爹打我这个还深。就我爹打我是特疼，动胸啊，他不是拿手打你啊，他直接拿个什么鸡毛掸子，梆一下下你的屁股上，就是1礼拜不敢往椅子上坐呀。哎呦，那么一点都不恨父母，一点都不恨。为什么呢？他就是这么一种文化，就从来没有人恨。因为之前这个父母是没有离开孩子的，上下班都是在跟着。然后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大了以后，父母对我是放纵的，就不管我。这就是明白父母小时候管我爹妈都没管过我，包括我谈恋爱、结婚干什么，没有一件事管我。然后完了以后，比如你要结婚了，你跟爹妈一说，爹妈都觉得挺好，就什么都挺好，就没有不会干涉，没干涉过我什么所以我就觉得，因为梅金老师不说，我就没想过这事儿。因为你想我小时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就我妈打我脸，就是不知道，我现在原因想不起来，就是她当着一个阿姨，啪就给我一耳光子。我当时就那个阿姨搂着我哭了，所以我才印象深刻。我妈阿姨都看哭了。对，那阿姨是她有仨女儿，她跟我妈关系特别好。她有仨女儿，她没儿子，所以她特别喜欢男孩。将来的女婿打我一巴掌呢，也不是因为什么，然后她就给搂着我就哭了。她要不搂着我哭，这事儿我根本就不记得。她搂着我哭呢，我印象中所以我在想，我妈打我就想起这么一件事儿。你看创伤吗？现在还记得？但是我没有任何就是说抱怨干什么，我觉得肯定是我不对了。那为什么？因为她不会平白无故打我，因为我爹妈都受过教育。
像我父亲是属于他手上有一个横纹，所以我就是叫铜扳手吧，叫什么？我妈那儿就有一规定，就是不让我爸动我一指头。但是我只要一做错事儿，我妈绝对揍。我记得有一次平房，我撒腿就往外跑，我妈就追啊，追到半个操场，然后好多邻居都冲出来说干嘛，以为就是怎么样了。但是到家了以后，他一下都没打。然后这个是不是啊，跟一个社会的某种共识和传统有关？对，就是比方说你们这么说，就觉得，尤其是像你这一代人哈，但是你看，你好比说是在美国。那么就会觉得你打孩子报警了，然后呢，无数个人成年之后就在诉说我的阴影是因为小的时候受到了父母的虐待，甚至是打骂，哎呀，造成了我今天的这个种种不正常。那在那个社会里，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简直不可以容忍的事情，就是谁敢跟孩子动手，国家都不允许。所以他就是说嘛，文化是最后的一块最强大的幕布，因为我们有文化原因，所以我们才导致。就是这个是，就是打孩子这个事儿未必都是恶果。我在中央电视台很多年前，大概15、20年前做过一台节目叫交流，就是这边是家长，这边是孩子，然后我就问了一个问题：谁挨过打？一大堆人都举过手。那时候孩子他还挨打呢，20年前的中学生。后来我说有多少人恨家长？几乎没有人举起手来，没有人，因为他有亲情啊。其实吧，就是我讲人的成长过程当中，他要形成一些东西。其中就有一个就是除了爱之外，还有一个敬和畏。哦，这很重要。您知道吗？这个敬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哪儿？我认为首先得来自于畏，得先怕他才会敬。如果他不怕，他不会敬的。对，这俩词捏在一起叫敬畏。对，只有到成年，比如说我特别崇拜学者啊，我崇拜这个马爷这样文化啊，然后我特别尊敬他。但事实上，在小的时候，他很多对就是长者的这个敬是有点怕的。你比如见到老师，他怕，他因为怕，所以他恭恭敬敬。那么这个怕怎么形成？现在我认为我们很多家庭没有研究这个问题。但是过去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说，你说美国不让，但是美国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解决。当然我认为我没有去研究美国家庭，但我个人认为，我们有人在讲，如果孩子违法了，惩罚实际上是一种保护，让他知道怕。但是我们可以这样，雷声大雨点小，也就是说这一事让他看得很可怕了。但是到最后处罚的时候从轻，让他真的后悔以后再也不敢了，真的让他不敢了才是保护他，而不是说没事儿。你看我们有人也说取消污点，其实取消污点有很多就说了，我们这人犯罪不什么叫取消污点？就是你做了犯罪以后啊，他到时候没有记录的，就是18岁之前或者多少岁之前没有记录的。我并不主张孩子小啊大打他，不主张，但是一定就是要让他知道这个东西要不到这一步。比如说我曾经遇到这个无锡的我一个同行，他是办公室主任。他就跟我讲，小的时候他奶奶看他，他说他最怕的就是奶奶门后放的那根藤条。对，就是。他说一旦就是把他门一关，藤条一拿出来，他立马就跪下，然后就说奶奶，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所以就得有一怕，得有一怕。您说那个雷声大雨点小，我发现小时候我爸有这个艺术，我爸你看我到现在就明想在我的耳际，他一般要打我就是。摁到那儿，他挺会打这个酸筋儿，你知道吗？然后他拿这个小手指头特酸，不造成伤害。他怎么雷声大雨点小呢？他就是，他整半天嘣来一下，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对。但实际上他真打你，没把你打成什么样。那当然是，所以我们刚才说了半天，就必须要补充这一句，就是打孩子是有度的，而且是要有技巧的。而且我觉得也真的有别的处理方式。你比如说我小时候，我妈是怎么不让我离家出走的？因为我小时候天天一天到晚都要离家出走，然后我妈就是这种情况一般都要打了，就是又闹又离家出走。我妈说你衣服是我们家的，你脱了，我脱了；说你这个裤子是我们家的，你脱了，我脱了；说你皮筋是我们家的。脱了，然后我就12岁，然后就冲出家门，但是我连我们家属院都没走出去，你知道，我就觉得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又回我们家门口偷偷的缩着，然后从此之后就再也不敢提什么离家出走之类的事。你这是小哪吒呀？哪吒当年不就是拆肉还拆骨还父，拆肉还母？对，他就是他就是那种极度的这种逆反心理。这一段时间是所有家长最头疼的。对，但是到青春期，就是我特别要嘱咐很多家长，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什么时候就是说刚才我说的这个到他发育接近成年的时候，这时候你跟他说话，第一话要少。我有时在一些讲课当中我说6岁之前父母的唠叨和话语都是黄金。
12岁之后，父母的话语就是垃圾，讲道理不管用，他听不进去的。讲道理听不懂吗？不，他没必要，他觉得我已经大了，你说那东西我都懂。不要唠叨。而且你说的那个很过时。对，对，马云说这个很过时，很多家长他一听就太落后了，而且都是你讲了10多年的话了，对吧？你想从小你跟他讲这些话，你讲到最后你还有新的话吗？没了，所以你再说那就是垃圾了。因此到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呢？点到为止。比如说他跟同学发生冲突了，你就问，哎，怎么回事啊？完了，2句话扭头走开。但是很多家长可能就刚刚马云说的，可能达不到就是我这种就是能够驾驭的这种能力。那么怎么办呢？你有的时候第一就要尊重他，要多跟他去商量这个事儿。你说这事儿要我认为我要这么做，我会怎么做？你可以跟他这么讲，而不要指责他，就你傻，你怎么能这样啊？这我们很多家长常说的话。他已经很委屈了，你还说人傻，没路了。所以有很多时候我认为我们家长在青春期的孩子啊，我也遇到一些家长说我这孩子可不是东西呢，我说过了就好，过了就好，是过了就好，就得忍嘛，就得忍。所以这个阶段你不要跟他急。刚才我说了，你跟他发生冲突的时候，3到5句扭头走开。他会调整的，他当时不接受，但他心里会把你的话当个事儿的。可是你非让他当时认，他绝对不认。就跟刚才你那个，如果你妈妈说别走了别走了，我跟你逗着玩呢，你肯定心里特温暖。就是你妈妈有一句软话，你以后你也不会真都脱了就走，不会的了，对吧？所以父母在这个年龄，就是孩子这个年龄段，你先横就是雷声大，到最后雨点很小，然后一幽默就回来了。但我觉得家长从小也应该建立起这种沟通机制。就是我那天问我妈说为什么，因为我妈也老唠叨，就她同一个话反复说。我问我妈，我说你为什么反复说呀？她说因为她觉得我没有理解她的话，我没有给她一个回馈机制，表示我收到这个话，她就觉得她的话不受重视，所以她会一直说。那我觉得如果家长从小建立起来这个沟通机制，小孩说好我理解了，或者说你这句话我不高兴了，而这句话说的我很舒服，你把这个沟通机制建立好起来，就是大家的话都会变得很少，你知道，就不至于那个反复是一个语言污染和语言暴力的状态。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父母要有个意识，就是孩子小的时候该说就要说，该立规矩就要立规矩，你该严肃就要严肃，你别小的时候你放开了宠。哎，我那天看您教这个几个秘诀，我觉得挺针对一个什么问题？我其中讲到3岁上下说不行嘛，为什么要在3岁上下说？对，我也看了那个。越小说越好。你小的时候不答应他，他大不了地下给你打滚儿。你不要等他12岁了才不答应他。你现在你知道很多家长他确实没办法。你比如说这个玩 iPad，玩游戏。那你这个说，哎，我现在发现常玩游戏的有些小孩啊，他要不做作业，他要这么玩，你怎么办？就最终得抢吧。抢了他甚至都啪一下，他能一定要小的时候做这件事儿。你比如我这第3代啊，有一次在家里头玩那个 iPad 看动画片，我看半个小时了，我说你再看眼睛不好，我就给收起来了。他当时就这样，就抬手给我一巴掌，我当时就站起来了，我说你得向我道歉。然后我就走开了，走开以后他就在那儿生气，也不理我。过了大概若干时间，他主动开始，我到厨房他就跟到厨房，我到书房他就到书房。我说你得道歉，因为你刚才动手了，也就是我没动手，但是我给他收走了。所以到最后等到这事儿结束以后，我告诉他，我说我为什么要收走呢？其实我知道你看得很快乐，但是他对你眼睛不好。我说到时候你要眼睛坏了，那你就大了，你想你看不见的生活是什么样？所以我说我是对你好，我才这样做。我说以后姥姥说到什么时候不能看就不要看了。后来就很规矩啊，我有时候他看着，他知道他不动，然后他看我看的时候，他说那你能不能不看，跟我玩一会儿？我说那好，我马上扣在旁边。这就是立规矩。所以你小时候不立这规矩，你到点要结束，比如我让你看半个小时，但是多了不让。你小时候不立这些规矩，你到大了开始立。所以我说这个我们很多的家长是属于什么呢？他该管的时候不管，他不该管的时候他开始管。也就是说到接近成年的时候，尤其青春期，我们也叫他接近成年。什么叫接近成年？就是他要开始摆脱对你的依赖了。这时候他就自己就觉得有很多事儿我要自己做主了。你前边没管，你现在开始管，也就是他要做主的时候你要开始管，那冲突肯定非常大。您比如说啊，要是有那叛逆的孩子，他就是不跟你服软，就是不跟你道歉，你说关小黑屋，关小黑屋。不是，我说的是6岁之下。6岁之前，12岁之后绝对不能这么做。12岁之后就父母要示弱。那该怎么做呢？父母示弱，示怂了。不是，我跟你道歉。不是，不用道歉。比如这件事儿，你现在说了这样你不对，你应该怎么样，对吧？你比如说你现在正是关键时期，你不能老晃荡，你晃荡完错过这几年，你今后一生啊怎么样？
他不听，那怎么办呢？然后你就可以冷眼看着他，不再说话了。然后呢，他这时候他就会很难受。你就给他斗智斗勇，这时候是斗智，小时候斗勇。然后甚至你还可以跟他讲，你说我工作压力非常大，我帮不上你什么忙，你现在接近成年了，我觉得你应该能管好自己。你看看我现在的什么事儿啊，我都挠头，然后还有什么事儿，我自己身体体力不支，我现在对你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了。你要学会示弱，甚至你还要把自己的问题，哎，我跟你讨论问题啊，如果你看啊这事儿遇到你会怎么处理？孩子这时候他会想，哎，我给你出主意，他反而接近成熟。我记得您说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不能骂，因为好像那就你就没有道理。小的时候是不要骂，不要打，不能打，那你是以大欺小。对，也不要走开。对，然后也不要在这会儿说话。你就坐在那儿笑眯眯的看着他就行，就是说不妥协。瘆得慌。比如说你让我给你买玩具，没有啊，陪着你，就是不给你买，但是呢，我不会离开你，你不管怎么闹，对，我就陪着你。对，我觉得还要就是说清楚，那就一次就行。对，而且我觉得说不止一次。不是，还有一个就是说，成年人教育孩子时候一定要说话算数。你比如，我那时候啊，就儿子小时候啊，我知道，因为儿子小时候我管得很严的，比如出去他要买一个玩具啊。他要买，我说不能买，今天不能买。那时候买玩具还是专门跑到那个王府井那个专门儿童用具商店去看，他隔着玻璃那种渴望。然后他突然有一个，我那儿子小时候有一种语言力量，他跟你说，他说爸爸，你要是我，你就知道我有多么想要这件玩具了。当时把我说的那个内心大动哈。但是我前面说了，我今天不能给你买。对。当时我基本上都快投降了哈，我说那也不行。今天就不买了，他就开始哭了。他一哭呢，就是他已经示弱到头了嘛，我就很火，因为这公共场合你哭就给我下不来台嘛。我说要哭回家哭去，然后他就不哭了。不哭了以后呢，就是说笑就回家了。到家以后呢，他搬了个小板凳在屋子中间，哇就痛哭啊，就痛哭。然后我说，哎，我说你怎么哭？因为我认为就没必要再哭了嘛，那个难受就过去了吧。然后他哭的时候边哭边说啊，说我长大了，绝不能让我儿子受这么大的委屈。他这个语言厉害，这青出于蓝胜于蓝。然后我就觉得，我当时就觉得，就心里就没有办法应付这事儿。但是说话一定要算数，这是我认为所有年轻家长必做的一件事儿。对，而且如果你妥协一次，就妥协无数次。但是我觉得这里可以加上一个协商，也就是说你给他留一个出口，比如说哈，这个今天呢咱没计划，咱今天买不了。然后呢，这个咱回去研究一下怎么来买啊，咱们得先把钱得凑齐了。对，你这样给他一个希望，然后回去你再提要求。所以我那个在讲这个孩子教育过程当中，实际上是要有进有退。但是您说这说话算数是非常对的，就比如说我答应周六陪你去玩，如果我周六去不了，一定要告诉孩子，我今天去不了，我哪天我一定赔，我要补回来这一回。补偿。对，也就是说你答应的事儿、承诺的事儿，一定要做到。但很多家长就缺乏耐心，他们就靠骗，说好这个你多少分我就买给你。但其实小孩就很认真的把这个事情当做是一个事儿，因为这在他世界里就变得特别重要。但是你的考多少分，说那我本身没有给你买的计划，那他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摧毁了。像我小时候，我父母是我妈他是把我当成一个大人，我小时候想当买玩具，没发育好吗？对，没有，大概5、6岁想买玩具，我妈说不买，我说为什么？说因为我们家穷。我说我们家为什么穷？她说因为你爸妈工作能力都不强。然后我当时就理解了，你知道，就是我觉得你也不要低估小孩的理解力，不要从小一直把他当小孩的骗哄，说话不算数，然后有朝一日你忽然希望他像一个大人一样成熟、讲理和理性。我觉得大人的这种期待是非常。你小时候我不知道，因为我小时候是一样穷的。你小时候也是一样穷，也一样穷。对，但是现在孩子，我小时候都穷。今天的孩子不一样了。我意识到啊，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谁家房子比我们家大多了，谁家有什么车。这话不是小孩的，这话一定是孩子听的大人的。一定是他妈说的。因为我在谈到这个孩子的心理问题，包括我们成年人的心理问题，基本你可以看到他所有的表现都一定是折射。折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孩子他任何一个表现，基本就是他父母的水准。你要说这孩子有教养，他父母一定有教养，除非他父母没自己带。如果父母是一个有很智慧的人，他孩子就会很智慧。如果父母经常就是属于天天就聊的就是你刚说这些话啊，谁家房子了，尤其是女性啊，妈妈啊，爱聊这些话，孩子听着他就这样。小孩对差别没感觉吗？
这个孩子有的玩具我就买不起，因为今天社会已经有贫富的差距了。他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啊，你比如说我女儿带她孩子怎么解决？她每次带她下楼的时候说，你拿上2到3个玩具。干嘛呢？下楼，然后跟别的小朋友互相交换。对，便宜的喜欢哪个你就把，不是他换的就是换着玩儿，然后回家的时候还拿着自己的回家。所以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觉得我可以不买，我下楼就可以玩他的，他就可以玩我的。啊，富人家的也是我们家的。对，这个其实我认为在教育当中有很多的方法，而不是简单的就是说他要什么你都要满足。确实你比如你给他这个，他就是想那个，你都给买回来吗？不可能。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带他去接触了其他的孩子，又学会了互相交换，然后呢，他有的你没有，你有的他没有。您讲这个折射呀，包括方舟刚才说的，我觉得确实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前一阵那个电视剧，那个倪大红演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都挺好，都挺好。对，为什么引起那么大反响啊？哎，这里边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成年人精神都有种种的问题。是吧？你成年人都没有完成成人化的过程，你都是人格不健全的人，甚至你都是一肚子牢骚、委屈、黑暗。对，那么这个东西真是个，我觉得这是个最大的麻烦啊。我们很多家庭一旦离婚，就跟还没离呢，就开始告诉你爸怎么坏，哎，你妈怎么样。所以他教孩子仇恨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就是尤其在这种单亲家庭特别多见。所以就是你刚刚说这个问题，确实是他就没有意识到，就是说实际上对于孩子来讲，他的血脉当中2个人都有，你让他来做这个事情去恨一个人，这等于是一个分裂。所以这种孩子大了以后心理上都有严重的问题。为什么我说我听到一些孩子他的有种种的，他觉得父母贬损我什么？就像你说的，实际上他不是说立一个规矩、立一个法的问题，他拿孩子当成出气筒，释放他自己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包括这个他在外边社会上感觉到的种种的差别，他的不平衡，他靠打着孩子，你给我将来要出息啊，对吧？你得挣大钱，你得成龙成凤啊，全指望你了。然后都是谁家孩子怎么着挣了多少钱，谁家孩子是考上了一个什么，就全是这些个功名利禄，然后呢就他就是这么评价人的。打听就是刚高考完，我记得我走到一个楼门口的时候，就听一个人说，哎，你那孩子考了多少分啊？报哪个学校？我后来就在想，这个你就不应该问，因为人要考好了，人会自然告诉你，人家万一没考好呢，你这么让人多尴尬，对吧？所以就是刚你说打听完了以后呢，就后边去议论。我就觉得这种八卦，往往他带出来的孩子，要么就是属于那种我觉得那种他对你的关心，给人感觉的好像是很怪异的。你觉得那是关心吗？肯定是不是关心啊？但他表现为说，那我关心一下怎么不可以呢？他整个一个就是所谓的社区文化，就是个八卦文化嘛，就是打听嘛。而且父母他有压力啊。你比如说我这孩子没考好，为什么这母亲对孩子，尤其在高中这阶段，他那么大的压力？他不光是自己的问题，他还面子问题。对，而且这个面子背后，它隐藏着一个社会打分机制。你就比如说一碰见人家小孩考上大学了吗？啊，考上了。那个什么学校啊？然后呢，这工作了吗？挣多少钱呢？然后下边就该找女朋友了吗？结婚了吗？你要说结婚了，生小孩了吗？他就你看这一套，你要作为他这个父母圈里的人，他都会觉得，哎呦，少了这一环呐。好像我们家就被低分了。我觉得打分机制就也没问题，因为你没有办法去防止这种，因为你进入社会还是打分机制。但是我觉得家长就是从小确实是以别人家的孩子举例和做比较，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方式。就是因为别人家的孩子也有别人家孩子的问题，他展示出来的一定是好的一面。我特别想就对那个青春期的这个家长啊，就家里有孩子青春期，就是在初中到高中这个阶段。其实我觉得这个阶段，父母应该跟孩子聊最多的，就是人这一辈子都有哪些种活法。这个活法呢很重要，就是说，你比如说我跟孩子交流哈，我说我觉得你记忆力特别好，我觉得你可以就是做哪一类的工作。然后呢，我说你操作性好，你可以做哪一类的。然后在他高考之前，我可以给他提出大概5种，就是可以发展的今后未来的方向。我们现在有很多家长不谈这个。打电话给我说，我孩子考了600多分，李老师，你说他报哪个学校好？我说他考600多分，不知道报哪个学校吗？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他就是管一个分数，然后考高分，然后著名大学，从来没有让孩子去有一个自我的选择。所以我觉得青春期尊重特别重要。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就是从小吧就把着，小的是宠，后边是严，
他就没有一点点那种就是商量的这个余地。为什么我强调亲自养？一定要自己养。你最辛苦的时候就是积累资本的时候，资本就是钱能生钱嘛。什么叫钱能生钱？就是你以后要教育他，他要能顺从你、听从你，是因为你前边有这个资本，你养过他。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保持这种沟通的渠道。我认为呢，所有的家长啊，前面的事儿都不会讲，没有家长像李老师这样是个心理学家，因为都不懂嘛。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冲突了，就是在青春期，女孩12岁，男孩14岁，就所谓逆反期啊。他冲突的时候呢，我当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克制自己哈，因为你每回冲突你就知道他无理，肯定是他无理。对吧？起码我们你看你这本身就有问题，肯定是我们认为他无理，对不对？这个话没有错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先坚定的跟他站在一起，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危险，就是孩子啊，逆反期的时候，他一旦关门，你彻底不知道他想什么，那你就死了。那么不管他说什么事儿，我老说你是对的，然后我再跟你说，比如。小孩啊，一开始这是14岁男孩开始突然恋爱了，那所有的家长第一听这事儿就脑袋就大了，这么想那样，就是老说这个，我不，你怎么孩子说那个我喜欢一个女孩，我说你太晚了，老奸巨猾啊，就是你太晚了，我比你还小就喜欢女孩了，他一下就跟你特亲啊，还有这种事儿啊，我还晚了，就是啊，然后你就跟他站在一个沟里去了吧，啊，然后你告诉他。慢慢的告诉他，不要当天隔几天你说你那个事儿是个瞎事儿，我告诉你，天下第一回都成不了。对，我也听过一个这样类似的故事。先摆出一个识途老马的姿态。对对对，你一定要跟他，就是不管孩子说什么，你第一步先不谈论对错，先跟他站在一起。对，这事儿然后比你厉害，再去谈论对错。哎，如果你一开始就谈论对错，他光把门一关，他不跟你谈，你就不知道了。您说这我也听过一个，就是一个儿子跟他爸讲，我看上我们班一女生。然后呢，他爸说：“哎，我儿子挺有眼光的，这女孩不错。”对。然后后边那句话就是：你要打算今后就在县城工作了，生活，我觉得这事儿你可以敲定。如果你要想上北京去，这事儿我是建议稍微再等等，先别现在就敲定。这父亲就很聪明。哎，您这特别。您要这么说，我也想起一个富翁，哎，那天跟我说，我觉得他也挺聪明。他说这个我肯定就是我不让我的孩子高消费。他说这个我孩子好像一上了高中啊还是什么，他知道他爸有钱呢，就是说我要买法拉利啊。他说我是可以给他买这个法拉利的啊。他说但是我跟他这么说啊，我这个车呀有从夏利到法拉利的这个一个区别。他说呢，我要给你买了法拉利啊，我就剥夺了你一个乐趣。剥夺了你先开夏利，最后你凭你自己挣的钱开上了法拉利。他说你知道爸爸原来开的是什么破车，到最后开上好车之后那种快乐。他说我要现在就给你买了，对你不公平，我就剥夺了你这个快乐。哎，他孩子听进去了。对，是，所以我觉得先认可，就是我，因为这个事儿我不是在这儿说哈，我跟我底下所有的人都说，因为每个人家里都遇到过这种问题。我说你第一个就不能关门。你关门，他关门的速度比你快。你一指责他，他帮把门一关，然后他第一个物理关门就他真上他那屋里去，第二个他心里不跟你说，他后面的事儿你都不知道，最后你都怀了孩子你都不知道，对不对？你先跟他说这个事儿，因为他相信你的时候，他才能跟你说。你跟他站在一起，一定是个好事儿，慢慢引导，不要急。我想起我小时候有一天呢，其实呢。就是在这个中学啊，就是懵懵懂懂的这个时候啊，然后呢，这个好像跟这个女生啊也是，那都谈不上早恋，懵懵懂懂，大概是拉了一下手，还是怎么样？不是，但是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性教育啊，把这个孩子愚昧到什么程度啊？就那个女生啊，怕怀孕，对，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哎呀，我怕我怀了孕怎么办？结果我塞在床底下，结果我爸妈翻出来了。好家伙，我爸妈这一晚上跟我说，就说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着能怀孕，你知道吗？我说，但是我就没法说，但是最后我爸爸妈妈都跟我聊完了，又不放心回来说，哎，这个你可不能跟我们撒谎，真怀了孕，我们也有办法。你说那个时候，
就我觉得这种就特别好，我特别反感在那个经常看网上流传的一些微信图，就那种班级的微信群，老师发什么宝宝妈，然后你们家宝宝在学校干了干什么，然后宝宝妈就回说报告老师已打，或者是报告老师已教育。我特别害怕看到这种那个微信，就是因为对于小孩来说，家长确实是唯一有可能去理解他的人。但是呢，就是因为老师其实全班那么多孩子，他很难一个一个去理解。你家长是最理解你的人，但是你家长还站在外人的角度来去指责自己，这对小孩来说特别大的那个屈辱。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小孩是没有资格跟大人讲话的，他需要大人来跟大人讲话，因为他自己没有资格。但是大部分的大人，我觉得他们在这种场合，他们都会站在其他的大人那一边，然后把小孩放置在一个非常孤立和绝望的境地内。哎，所以咱们说这个也挺关键的，就是说你先得跟他站在一起，对吧？对，我就像这个妈妈，她当时这个，如果这孩子跟别人发生冲突了，你要先问问你因为什么，然后呢，如果对方就是自己的孩子非常委屈的情况下，你可以跟他幽默一点，要不要我出面跟他们打一架去？啊，他这么欺负你，我来帮你啊！别看老妈啊，跟他们打没问题，那把他先说乐了。对吧？说高兴了，然后再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然后下次遇到这种事儿怎么办？哎，这个对于普通人太难。我觉得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无论什么事儿，先放一下，就宁肯自个儿生气。你比如生闷气，我就不说话了。但这闷气一般情况下生不了多长时间，它就会过去。所以不在那个最紧急的情况下，就是事缓则圆。对，其实对成年人也是一样。对，有些事儿先搁置一下。因为人当时的这个气儿啊，哎，梅金老师，你说这个人的极端心理是怎么形成的？不是，我以前很早就是谈到这个情绪，你刚说情绪，我就有一个建议，就是无论你和谁发生冲突，你就记住，一般就是3到5句。如果是冲突，就正常说话，咱们可以慢慢说，对吧？你来我往。如果就是我跟你吵起来，我说你一句，然后你顶我一句，我再说你再顶一句，再说一句，你就有点急了。这时候你就扭头走开。对，叫做3到5句，到点能停下来，这就是高人。什么呢？就是说你是明白人，因为什么呢？已经到这种程度，就是这事儿说不清了，你不要再去争上下，你争上下势必就只能是互相拱火。他一拱火，就我以前讲过，情绪问题它是属于一句话，他大脑的一个区域兴奋。你再来一句，他没下去呢，又接着一个区域兴奋，当他整个嗡的一下，那这人就疯了。就是您说，就像你说的，小时候也是都是一楼里的都是父母打孩子啊。我就是说，我老说我对外国的了解都是从外国电影里看到的。我在外国电影里，我感觉到他们的家庭气氛似乎都比较节制。就是你像看我们的电视剧，我不是老有一个感觉嘛。我的隔壁只要在看中国的电视剧，哪怕是最好最优秀的电视剧，吵架，哭爹喊娘，对，烦嘛，大喊大叫。所以我就觉得，但是他也很真实。你小时候，您说为什么咱们的家庭就非要那个哭爹喊娘打的？我看有的外国电影啊，你看他那个就是说家里啊，包括夫妻一说的一句不高兴，动作稍大一点，你先到你的房间去，这个。不说了，对吧？所以你看，连外国电影、外国电视剧，他无比的愤怒的时候，但他讲话的这个范儿是稳的。对。我觉得这跟他那个社会的，包括居住条件都有关。你像欧洲很多国家，他都是一家一户单独居住。所以你叫喊没人管，为什么美国人让你持枪啊？我们是为了让就因为有听见吗？对呀，就是因为你那个家里进了人了以后，你没枪的话，你得不到帮助的。就是为了所以我们从小，我们现在也一样。你像农村，它一片，咱们工厂都是一排一排，对吧？所以每家的事儿都能听见，因此他的目的，你们为什么有些人到网上去说，他要引起众人的关注？我还以为是忍不住，怎么会想让家丑不可外扬啊？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我们从小就受到我认为我们的教育这个整个的，包括我们的居住和我们的客观环境，造就了这样的一个整个，这叫民族性。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就是父子之间啊，它的文化因素特别重的就是我们的3纲5常，父为子纲，对不对？就是你爹就是对的，那么尤其他其实不一定，尤其现代教育不一定，但是我们的文化是这样的，所以他当爹的就是当爹的，尤其在孩子未成年的时候。现在当然我们的社会分化很厉害，因为我们现在说的这些话很难就应付于每一个家庭，有的家就是彻底的放纵，什么都不管，你爱干嘛干嘛，你惹什么多大娄子都跟我没关系。
但有的家呢就是使劲捏着，有一点不轨，他就觉得天都快塌了，所以都是不一样的。哎，但是哪种教育方法也都能产生好孩子。对。你说这个也，我也见过放纵的人的孩子也没变成流氓啊。对，是，对，那就是我们的文化叫树大自然直，这是一种说法吧。还有一种呢，还是同样的文化，它叫棍棒下面出孝子，对吧？它都是没有道理。你说哪个有道理？我这个我要讲点不同观点。哎，他这个里头啊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带呢，他有几种方式，一种呢就是说，刚我说的，父母人就好，他孩子又一直自己带。孩子跟父母的本质上，也就是说，我知道我爸他下不去手，他就是吓唬我，所以你怎么打我也不会恨你，我知道你在吓唬我，所以他这个亲情关系垫底儿特别好。然后呢，就是有这种亲情，你就是打，就咱们那时候小时候谁不打？我说我是女孩都被打过，所以这正常的。但是你从来不会恨父母。还有一种呢，放纵也是这样，放纵它不叫放纵，它叫什么呢？宽容。这个爸妈也是自己做事是有谱的。也就是说，他自己知道到什么时候能停下来，他孩子看在眼里，他就知道这时候就不能再往下做了。所以你看似放纵，实际上他就是我们叫不教而善。不教而善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一定有身先示范，这样的孩子不会出问题。但最糟糕的是什么？就是爸妈自己就是整个人品就不行，做事各方面没有任何节度，然后呢再肆无忌惮的宠这孩子，这就是小霸王。还有一种呢是父母就是那种自己就不行，但是还说一不二，那这种孩子一定是逆反。所以就是我认为这还是跟父母，就是所有的问题实际上都看出父母来。哎，您讲这个有意思。你知道前几年网上有一个小团伙叫父母是祸害，父母皆祸害，父母皆祸害，被封了已经，被封了，对，被雪藏了。知道这为什么吗？啊，这种父母怎么会成为祸害？就是有一种父母养孩子是这样的，我挣了钱养你的。他的这个养就是我保证你的钱，你要花的我都给你了，所以现在你只要不听话，我首先就拿钱说事。哎，这是祸害在哪儿？就是说他父母拿了点钱，你就该决定我所有吗？这是最没辙呀！我妈就是说父母皆祸害，她说父母都是祸害，父母首先要意识到这一点，在你干涉小孩的这个人生选择之前，你先要心中有一个警铃，就是你有可能我是不是个祸害？对，但是大多数父母他不会把这个概念引入到自己的这个内心，你知道，他不会假设自己是祸害。但我妈说，你先假设自己是不是祸害，你再来看要不要干涉小孩的选择。你看我在孩子到初中这个阶段哈，第一呢就是我跟他谈事儿的时候，基本都是在去超市或者在遛弯儿这个过程谈，我不在家里坐在这儿去跟他一本正经谈一个事儿。第二呢，就是涉及到特别敏感的，比如我说的，我发现他交朋友了啊，交男朋友，但是我又觉得有危险，那怎么办呢？你怎么这么晚？那像这种情况，顿时就自卑了。这种情况呢，我就不再跟他去，我根本不唠叨。我就很认真的给他写了一个很简单的，就我说那个信，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当中就先是马爷说的夸他，就是你有人爱你，说明我的女儿可爱。我先夸他，然后我告诉他，我说爱实际上是什么？我说一个人爱你吧，他是喜欢你，但是前提是他能不能养你一辈子。我就这信里头把这样话写得很清楚，因为明天就给你找一大款。不是，但是也得喜欢，就在你在这里头告诉他，爱情和什么有关，和什么有关。然后你要知道一个人爱不爱你，你要通过时间来看。如果他3年之后他还等着你，那这人今后跟你结婚就不会那么快变心。我就这么写了。咱们高3毕业再说。对呀，所以后来呢，我孩子给我也回了一封信，然后封皮上写的是给可爱的妈妈啊，我就特别好。这就是说，你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不要什么一天到晚话啊，有的还把人叫过来说，哎，你给我说说你那个找的什么人啊？他爸妈干什么的？对，最爱问的就是他爸妈干什么的，对吧？弄得孩子先打听亲家是吧？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说，父母在跟孩子沟通过程当中，你要智慧一点，比如说有些话吧，就幽默一点，说的轻松一点。